這些檔案幾十年來一直像一扇半開半掩的門，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充滿懷疑也充滿好奇的人们，不断追問同一個問題：在這片浩瀚宇宙裡，我們真的孤單嗎？2024年，美國印太司令部曾提交一份不明異常現象報告，內容包括一段長達1分39秒的影片，影像來自美軍平台上的紅外線感測器。這段資料後來被歸入全域異常解析辦公室的相關記錄之中。而現在，五角大廈正式開始釋出一批所謂從未公開過的檔案。這些檔案涉及的是美國政府如今稱為不明異常現象的事件，也就是過去更廣為人知甚至更具神秘色彩的名稱 UFO 不明飛行物。多年來，這些資料一直被政府握在手裡，外界只能猜測，卻很難看見全貌。這些檔案之所以牽動人心，是因為它們不只是冷冰冰的軍方文件，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它們背後藏着一個更古老、更深沉的疑問：人類是否真的曾經在天空、太空，甚至月球任務中，看見某些還無法解釋的東西？這次釋出，距離川普總統先前在一場保守派集會上提前透露消息，大約相隔將近1個月。當時他表示，國防部很快就會公開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件。如今，這句話終於開始有了實際內容。這第一批外界等待已久的檔案，集中在政府目前所稱的不明異常現象，也就是 UAP。五角大廈公共事務部門表示，這些資料已被放在一個專門的政府網站上，網址是 war.gov.ufo。後續還會以滾動方式陸續加入更多檔案。換句話說，這不是一次性的公開，而更像是一條資料釋放通道，剛剛被打開。五角大廈在新聞稿中說，美國民眾現在可以及時查看聯邦政府已解密的 UAP 檔案，最新的 UAP 影片、照片，以及来自整個美國政府的原始文件，都被集中放在同一個地方，而且不需要任何安全許可。不過，這批文件可能不會滿足所有陰謀論者的期待，他們並沒有顯示美國政府曾經大規模掩蓋外星接觸事件，也沒有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曾與來自其他星球的生命互動，或有理由相信外星生命曾經造訪地球。真正呈現在眼前的是一頁又一頁可以公開閱讀的檔案。政府把材料交出來，至於要如何理解，某種程度上留給公众自己判断。這批資料的規模並不小，整個文件集包含160多份檔案，記錄了來自世界各地超過400起事件。有些目擊證詞非常新，甚至是在去年才取得。也有一些案例，時間可以一路追溯到1940年代。他把近代軍事、航空、太空任務與民間目擊串在一起，形成一條漫長而複雜的線索。許多已解密影片是來自美軍紅外線感測器的模糊影像，畫面往往顆粒粗糙，不容易辨識。這次公開的資料裡也包括大量照片，有些只是光點或黑點，有些則呈現出不尋常的形狀。它們不一定能立刻證明什麼，卻足以讓人停下來多看一眼。在這批新解封的檔案中，甚至還包括阿波羅11號、
阿波羅12號以及阿波羅17號月球任務相關事件。1969年阿波羅11號任務後的簡報中，太空人巴茲·艾德林提到，他在準備入睡時，看見艙內出現小小的閃光，每隔幾分鐘出現一次。在另一個事件中，艾德林還描述自己看到一個相當明亮的光源，當時他們暫時推測，那可能是一種雷射現象。阿波羅12號登月地點的一張照片中， NASA 特別標示出靠近地平線上方的一處可疑區域。照片放大後，可以看見一些不明现象的痕迹，它未必代表答案，卻留下了一個讓人忍不住追問的畫面。同樣在1969年，阿波羅12號太空人艾倫賓也回報過閃光現象。他形容那些光點像是在太空中航行，滑出去一樣。這樣的描述很簡短，卻有一種非常鮮明的畫面感。在黑暗太空裡，有東西一閃而過，像是離開視線邊緣。到了1972年，阿波羅17號，也就是阿波羅計劃的最後一次任務，船員又看見遠方有非常明亮的粒子。他們描述那些光點正在翻滾、旋轉，而且距離很遠。太空人哈里森·施密特甚至說，那看起來像是美國国庆煙火。這句話讓一段冰冷任務記錄突然變得像現場目擊一樣生動。阿波羅17號在1972年12月拍攝的一張照片中，也出現了3個呈三角形排列的光點。當相關區域被放大後，這3個點變得相當清楚。它們究竟是影像瑕疵、反光、太空碎片，還是真正未被釐清的現象？文件本身沒有直接給出結論。當然，新公開的資料也顯示，並不是所有事件都保持神秘，有些案例很快就被破解。例如，1948年9月5日，軍方機組人員在荷蘭上空約3萬英尺高度飛行時，回報看見不明飛機。他們描述對方出現突然加速，接着爬升的動作。可是幾個月內，情報官員就判定，那其實是一架使用火箭助推、具備強大備用推力的單引擎噴射機。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這樣清楚的收尾。文件裡還有不少事件只是被記錄下來，卻沒有明確結論。他們停留在一種很耐人尋味的狀態，有描述，有對話，有目擊，但沒有最後答案。其中有一段來自1965年雙子星7號任務的通讯文字記錄。太空人法蘭克·博爾曼在飛行大約4個半小時後，提到10點鐘方向偏高處有一個不明目標。這種 bogey 的說法，在軍事與航空語境中，通常代表尚未識別的目標。休士頓地面控制中心聽到後回應：“這裡是休士頓7號，請再說一次。”博爾曼接着描述，他看到的像是數百個小粒子從左側飛過去，距離大約4到5公里。這段通訊沒有戲劇化的旁白，卻因為它太平靜，反而更讓人感到一絲異樣。檔案中也包括從2020年到現在的一些事件，主要是美國空軍任務報告，標記出可能的 UAP， 但很多報告並沒有提供足夠細節，無法清楚說明那個物體到底是什麼，也不一定能交代它出現的具體時間與地點。這些空白，正是外界最容易產生疑問的地方。另外，文件中還收錄了自1940年代以來，
全美各地民眾提交給政府的報告。這代表 UAP 檔案不只是軍方飛行員或太空人的故事，也包含一般人在天空中看到異常現象後留下的記錄。有些目擊內容則被塗黑處理，比如2023年9月的一份報告中， FBI 曾透過 FaceTime 訪談一名無人機操作員。這名操作員與同事在一處美國測試場附近看見地平線上方出現一團明亮的光。文件中特別說明，部分內容被遮蔽，是為了保護目擊者身份、政府設施位置，或可能涉及軍事基地的敏感資訊。也就是說，公開並不等於完全透明，安全考量仍然留下了一層看不見的濾鏡。那次目擊被描述得相當具體，一個線狀物體，東側有一盞極亮的光，那道光呈亮白色，亮到甚至可以看見光內部像有层层光带。物體本身呈金屬灰色，沒有機翼，也沒有排氣痕跡。目擊者表示，它比一架737飛機小，大約有1到2架黑鷹直升機那麼長，但肯定比一般無人機大得多。目擊者說，這個物體大約位於離地 1.5 公里的高度，接着從東向西移動，幾秒鐘之後突然消失，整個過程大約只有5到10秒。當他們在看天空時，天色清朗，物體卻再也找不到了。這種短暫、清楚卻無法追回的畫面，正是 UAP 報告最讓人難以放下的地方。多年來，國會山莊的議員，以及從嚴肅科學家到陰謀論者在內的各方人士，一直要求政府公開這些檔案。川普也多次談到釋放這類資訊的必要性。對很多人來說，問題已經不只是天空中有什麼，而是政府到底知道多少。五角大廈新聞稿中說，美國人民要求在這些議題上有更多透明度，而川普總統正在交出答案。這樣的說法顯然把文件公開塑造成一場透明化行動。新聞稿接着表示，過去一些政府試圖貶低或阻止民眾關注這些議題，而川普的重點是向公眾提供最大程度的透明度，讓人們能夠根據文件內容自行判斷。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關鍵但書。新聞稿也承認，雖然所有檔案都已經基於安全目的進行審查，但其中許多資料尚未完成針對異常現象的解析。換句話說，文件雖然公開了，但很多問題還沒有被真正解答。這不是故事結束，而更像是故事剛被推到聚光燈下。美國印太司令部還提交過另一份2024年的不明異常現象報告，其中包括一段9秒鐘影片，影像同樣來自美軍平台上的紅外線感測器，並被收錄在全域異常解析辦公室的資料中。雖然只有短短幾秒，卻足以成為這批公開檔案中的一塊拼圖。NASA 局長賈瑞德·艾薩克曼也稱讚川普政府，認為這次行動有助於提高外界對不明異常現象的透明度。他在 X 平台上寫道 ：“NASA 的工作就是動用最優秀的頭腦與最先進的科學儀器，跟着數據走，並分享所學到的一切。”他還表示， NASA 會坦率說明哪些事情已經確定，哪些事情尚未理解，以及還有多少東西等待發現。
這句話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它把討論從相信或不相信外星人拉回到科學方法本身。先看資料，再談結論。川普本人並沒有立即針對這次新的 UFO 文件釋出做出回應，不過他曾在2月宣布，已指示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與其他機構官員開始審查與外星生命和地外生命有關的政府文件。這項宣布發生在前總統歐巴馬參加一檔播客說出外星人是真的之後不久。不過歐巴馬後來澄清，他的意思是宇宙中存在生命的幾率很高，而不是說自己在白宮期間看過外星生命的證據。這個小插曲也讓整個 UFO 與 UAP 話題再度被推上輿論中心。美國北方司令部也提交了一份不明異常現象報告，內容包括2024年由美軍平台紅外線感測器拍攝的21秒影片。這些短片看似零散，但當它們被集中公開時，就形成了一種新的問題：這些片段到底只是誤判的集合，還是有些現象真的還沒被我們理解？這次跨部門釋出 UFO 檔案的行動，還有自己的縮寫名稱 PURSUE， 全名是 UAP 遭遇事件總統解封與報告系統。這個名字本身就帶着一種制度化意味，仿佛政府不再只是被動回應外界追問，而是建立一套專門管道來處理與釋出相關資料。不過，五角大廈目前採用的模式，看起來有點類似司法部去年12月公開愛普斯坦檔案時的做法，而這個放置 UFO 文件的政府網站，在剛開始運作時似乎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或故障情況。也就是說，這場備受瞩目的公開行動，從一開始就帶着一點混亂感。司法部釋出的愛普斯坦檔案至今仍在進行，但那次公開曾受到廣泛批評。批評者認為，許多文件早已存在於公共領域，不少內容被大量塗黑，有些文件又莫名其妙沒有被納入。更嚴重的是，相關公開還曾不慎揭露部分女性的姓名，而這些女性被指是愛普斯坦生前涉嫌侵害的受害者。爱普斯坦本人在2019年8月被捕後，死於紐約大都會懲教中心的牢房中，官方說法為疑似自殺。這也讓人不得不把目光拉回這次 UFO 文件公開。政府釋出資料，並不代表政府已經提供解讀。就像愛普斯坦檔案一樣，這次白宮分享的不明異常現象資料，也沒有附上一套清楚的官方結論。文件被放到公眾面前，但真正的問題仍然懸在那裡。這些影像、照片與報告，究竟只是誤判、錯覺、軍事機密，還是某些人類目前尚未理解的現象？而這也正是這批檔案最讓人着迷的地方，它沒有直接告訴我們答案，卻把一扇多年來被反覆敲打的門，慢慢打開了一條縫。門後面是不是外星生命？目前沒有證據可以這樣說。可是門後面是不是仍有許多未被解釋的資料？從這些檔案來看，答案顯然是有。